上，水果大花香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八千里路发出欢平安祝千小小雨歇，八千里路开望眼，八千仰天长啸，八千里路左怀吉。发工资了？怎么了？数不对啊？数是不对，多了一份。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？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。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？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，聊了大半天呢。什么时候啊？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他们聊什么了？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，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曲了拐弯的话，我也没听懂啊。太爷不会露馅吧？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。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，我心里就发慌。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？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，这还多给了一份钱。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，咱们还骗他，这是……这，大柱啊，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是不是咱胡思乱想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呢？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。哼，算错了，那我就收着。我这辈子呀，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，一数钱我就开心，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，我管他那么多呢。人家算错钱，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？我问他干嘛呀？是他多给我的，我落袋为安了，未必我还还给他呀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去问问，万一真算错了，我得还给人家。凭什么呀？是他自己算错了，关我们啥事儿啊？没了。还落袋为安，我呸！哎，四宝，行了行了，你这给他淋浴呢。这盆栽都娇贵的很，水千万别浇多了啊。明白。哎，孟嫂，有事儿啊？万福的工钱数不对，多了1倍，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？没算错，你也干活了，理应发一份工钱。哦，这不可以的。说好了，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，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。干活拿钱，天经地义，啊，你不用想那么多。谢谢朱管家，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。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，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。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，喜欢听人给他读书。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，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1、2个小时给先生读书？我去读啊？嗯，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，
可能不太合适，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。哎呀，我觉得合适。田先生，田先生，说实话，你做的活儿还不如四宝呢。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，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不要勉强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但这份工钱你收下。我给出去的钱，没有收回来。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，咱也没吃亏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不是你也太实诚了。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？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，他肯定会去说的。你要是不去，被他知道了，你猜他会怎么说你？这还用猜吗？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，叫知行合了一。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，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。田先生说，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。啥？念书？嗯，他不是识字吗？识字呀。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。这人什么毛病啊？那你答应了？我是想去的，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，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3张嘴啊。况且，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？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，不知道卖的什么药，你得小心点儿。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，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。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，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。太爷自己都说了，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，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敬字。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。哎呀，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，什么朱学敬的，你们还敬朱啊？程朱理学，你走不走？外面车那么多，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。走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。田先生，请进。需要我读什么？随便，书都在这儿，想读什么都行。堂吉诃德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
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。好。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，听见这样的话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。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，他答应了所有。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，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，是因为我在这儿吗？不习惯。抱歉，我再试试。但终归无效。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。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，说道：“我所盼望于阁下的，恰是如此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。你接着读。”那么，告诉你吧，我所要求而得。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，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。今夜，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。明日，像我所说过的，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，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。钱先生，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？田先生。刚才你读的，我听得非常清楚。哦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放松的话，可以在这儿读。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。这个是真的。斯特曼6匹改良型，民国24年在阿尔卑斯山，我开过它。后来这架飞机失事了，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，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，现在只能作为摆件，无法进进这个房间。请坐。可以接着读。但艰险的是，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。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。店主，我们已经说过，是一个滑头家伙，早已有些疑心，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。现在听了这些话，便完全相信了。因欲弄些把戏，以便那晚玩玩，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。于是他向他说，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，像他的外貌
和它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，会干这样的事业，是势所必然的。不好意思，你接着读。他就是个疯子，还很傻。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？他是有一些疯狂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。什么骑士精神，就是又疯又傻，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。请接着读。方师傅，哎，豆子哥，田先生他好了吗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好。好嘞。哎，四宝，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？嗯，对。要不我去送吧？你送？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。你帮我打一下鸡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没问题。英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。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、最光荣的骑士事业，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。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，一边低声说：“陀波梭杜辛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，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，先生，因为下午茶。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堂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，来听从你的全意，行你的全心。这其实全市的人都已知道，这骑士昨天才受决，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、最大祸，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。说时，他行到4条路的交叉点上，他就即刻记得游行。说时，他行到4条路的交叉点上，他就即刻记得，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，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。焦师傅，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这辣椒啊，还是斜刀切成丝儿，这么炒出来好看。麻烦您了。行，你是主厨，你说了算。孟师傅，哎，准备2份下午茶，一会儿送书房去。2份是吧？嗯，行。万福，哎，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？田先生还挺爱听，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。
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？又没有抢你的饭碗。哎呦，我的饭碗谁稀罕呢？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，就觉得自己多厉害，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错了吗？干什么？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啊？娇，先生做什么怎么做，轮得到你嚼舌根吗？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明白了。万福，行了，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，没什么。啊，哎，小豆子，哎，新来的红酒啊、牛奶搬完了没啊？还差几张？麻利一点儿。哎，孟师傅，万福，哎呀，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。太爷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大褥子还会叫，啊，真是褥子可叫。哼，哎，中午念念也就算了，现在上午也念，下午也念，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？就这么上瘾？谁得罪你了？说话这么冲？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。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、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。那我干活挣钱，光明正大，管人家说什么呀？新发的薪水给你，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帮爹抓药了吗？钱我得给你啊。什么你的我的呀？你是在跟我算账吗？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，太爷嘛，也该添点新衣裳。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？我不用，我有的穿。那这样，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，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。哎呦，月明还没吃饭呢。哎，你的饭在桌上呢，先把自己的吃了啊。好。除了腿，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？除了腿，其他地方还可以。啊，那就行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。慢点，不着急。他娘的，这帮小鬼子！中秋节打什么炮？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，明天再打吗？他们不过节呀？嗯？过，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。日本有些地方也叫15月。哦，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！
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，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。哎呀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，先好好吃一顿，吃饱了，给他们好好干。中秋吉祥！吉祥！哎呀，这个花带，中秋吉祥！耶，吉祥！中秋吉祥！刚才呀，听他们有人说要撤，那咱们撤不撤？告诉兄弟们，收拾行李，随时准备撤退。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？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，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，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，连连抵抗。他们退守山地，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。去年在平型关，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。以弱胜强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你看江南的新四军，在维港的伏击战，打的也是很有章法。但尽管如此啊，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。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？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，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。广州？不可能吧？广州太远了。是，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，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，日军就会沿着约翰铁路北上，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。到时候，委员长未必会有信心，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。如果武汉被放弃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武汉失陷，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。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，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，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。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，你再给我盘谈盘谈。就是说，我想留下打游击战。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，它能隐藏自己，保存实力，又可以见机行事。时机合适的话，打他一家伙；反正是打鬼子，在哪儿都一样。老刘啊，你跟我不一样，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，没必要受我的牵连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？以后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？你一声令下，我马上招兵买马。到时候你当司令，我当副司令就行了。中秋吉祥，吃块月饼吧。哎呦，来，小月，这太好了。你腿好了，没事了？腿当然没好啊，这不看见你过来，我这激动的嘛。哎，啊，哎，小月姑娘，这月饼啥馅儿啊？狗尾巴草馅儿的。你真会开玩笑，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？哎，小月姑娘，像我们这种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大英雄，就这一块月饼啊？啊？好，再给你2个。哎，记住了啊。来。哎呦，好，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。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。来吃月饼了。老哥，你这病得得好啊，跟人。中秋吉祥，快来吃月饼。中秋吉祥，吃块月饼吧。哦，笑起来也疼。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，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。不若鄙人拈出境界2字，为探其本也。还有5分钟。您不是睡着了吗？没睡啊。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。我只是放松了一下，从来不打鼾，我一直听着呢。这位静安先生，口气大得很，感情自北宋以来
所有的诗论、词论，都比不上他的境界说。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，那他也不像您啊，闭着眼说瞎话。不过话说过来，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，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，就像采桑子。人生只似风前絮，花叶零星，飞叶零星，都作连江点点平。就用他的境界说，你来品评一下。这阙词我品不了，唯有感同身受。是因为身份变迁吗？您知道，月明的生日在37年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。那一日，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，法国人拦着，不让我们进。日本人才追游击队，到处都是枪声。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。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，我们不敢出声。他们见人就杀。我记得在那废墟里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。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，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。上面都是血，颜色很深，也有红豆沙那么深。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，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。我们不敢出声，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。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，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被杀。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，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，也被他们杀了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，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、很尖锐的声音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，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，就啪的一下。一个人就没了，啪的一下，一个人就没了。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，倒在地上的时候，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。时间过得特别慢。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，月明出来了。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，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。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我爹很不高兴，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。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，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，接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，我爹一看，马上就跟接产婆说：“抱走，赶紧抱走，别让他娘看见。”然后走进产房，跟我娘说：“喜得千金。”后来呢？后来我娘跟我爹说：“我只是疼，又不是瞎。”你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，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
孟嫂啊，他们都这么叫啊。丁玉娇，丁玉娇，恰是可怜时候。玉娇，基业出院，很普通，很美好的命。谢谢。我叫田家台，字鹤琛。鹤琛先生好。这边。县长，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。中秋节上，阿田。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，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哎，我在中国没有家，你家就是我家啊。哎，你的读书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士啊？这位是丁女士，这是工藤先生，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，也是我最好的、唯一的日本朋友。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，是妥妥的中国迷。丁女士好，在下工藤中一，这是我的内人杰子。中秋吉祥，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，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，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，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，还带日本月饼？去，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。先生稍等。来，请坐。哎，阿田啊，我的内人一直想看你收藏的那个飞机头，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他去参观一下？如果你身体不适，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。没关系，夫人这边请。谢谢。谢谢啊。有虾子，可以吗？哇，还能转动呢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？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，是改良型吧？我不是很懂，不太清楚。我先生跟我说过，田先生还借驾飞机去阿尔卑斯的故事。他说，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，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。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。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。肥皂厂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，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，我要谢谢你啊。小事一桩，阿田，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。你知道，我最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、有贪婪的家伙，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，都经过他们的手，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，他们在其中大老特老，他们搞的经济统治，满足了几小时日本财阀的私心，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。咱俩呀，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，怎么听着都别扭。毕竟我是个经济学教授嘛，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，所以，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。什么职位？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。华中
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？修来华强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并将东京记忆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，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。国策，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。阿天，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！孟同学，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？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。人也会变的，你不是从一个极爱冒险、爱周游世界的浪子，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？工藤，那2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说实话，那时候还没想好。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，工藤去找水源没了路，田先生委屈就大，把补给包挂在树上，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。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？我正在修复国策公司，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入，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监管令都可以立刻解决。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日中合作的一个典范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文明的、平等的商业伙伴。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。阿天，变则通啊！变则通，不变则庸；变则兴，不变则衰；变则生，不变则亡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变则通，通则达，达则圆嘛。那这么说，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？